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cho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做这件比基尼上衣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我们钩56个锁针。我们现在钩织的是图腾的部分。钩完56针之后，略过倒数第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倒数第二个锁针里挑2根线，钩1个短针。接下来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1个短针。这一排短针返回到第一针之后，按照马赛克钩针的规则，在最开始跟最后那一针都一定要挑2根线钩短针。完成之后，锁1针短线。第2行开始，拿起你另外一个颜色，然后找到你的第一个针目，找到第一个针目之后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然后钩1个短针。好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要在每一个针目里面挑后半针钩短针。到第2排的最后面了，那最后一针的地方一定也是一个正常的短针。马赛克钩针的规则就是第一针跟最后一针都是一个正常的短针。第2排完成，锁1针断线。好，第3排我们跟第2排一模一样，只是换一个颜色，那就是重复一样的编织方式完成这一排。
第4排开始，拿起你另外一个颜色，然后重新起线。第一个针目一样钩织一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6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后半针短针。接下来要钩织一个长针，但是我们挑第3排来钩第3排的针目来钩织长针。在马赛克钩针规则里，只要是长针，一定都是挑上一排的针目来钩长针。接下来要控过刚刚长针的那一针，记得不要钩到那一针里面，然后要钩7个后半针短针，然后1个长针。这一排就是一直重复7个后半针短针，1个长针，直到最后倒数第2针，然后在最后一针的地方就是一个正常的短针。第4排结尾的地方，最后钩7个后半针短针，然后最后一针钩一个正常的短针。不管你的花样是如何重复，在马赛克钩针里面，只要第一针跟最后一针一定都是正常的短针。第5排开始换另外一个颜色，找到你的第一针，然后一样一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5个针目里面钩后半针短针。然后钩织一个长针，然后在长针的这个针目上面钩一个后半针短针。
然后一个长针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排的顺序：5个后半针短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后半针短针，一个长针，这样子重复。好，第5排就是按照这样子的顺序完成这一排。第5排最后面5个后半针短针，然后一个正常短针，结束断线。第6排开始，我已经起好线，然后钩织第一个短针完成，然后钩织一个长针。接下来开始我们这一排的花样顺序，先钩织5个后半针短针，然后一个长针，一个后半针短针，然后长针。这一排的顺序就完成了，所以就是5个后半针短针、长针、后半针短针、长针，这样重复来完成这一排。第6排的最后面是有5个后半针短针，然后像我们开头结尾的正常短针，这样来结束第6行，然后断线。
第7排开始，先换色，然后我已经勾好我们最开始的那个起线了。那这一排的顺序就是7个后半针短针，1个长针，这样重复。第7排的结尾是5个后半针短针，然后一个我们最后一针正常的短针，然后锁1针断线。接下来是我们马赛克图腾的最后一排，那这一排除了第1针跟最后1针的短针之外，全部都是后半针短针。第7排勾完的时候不要断线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勾织身体的部分了。上身部分先锁1针，然后翻转你的织物。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按照这样的顺序完成5排。
好，我已经完成了5排短针，那接下来要钩织罩背的部分了。锁一针，翻转你的织物，在接下来的5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。5个针目结束之后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在接下来的10个针目里面钩织1个短针。然后下一个针目里面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在接下来的5个针目里面钩织1个短针。好，第2排开始，先锁一针，翻转你的织物，然后在接下来的6排里面都是不加不减的钩织1个短针，所以就是按照这样子的顺序钩织6排短针。罩背部分第8排开始，先锁一针，然后翻转你的织物，在第1个针目的地方钩织1个短针，空一针，然后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织1个短针。第9排开始，一样锁一针，然后翻转你的织物，按照前面的步骤，在第1个针目的地方先钩织1个短针，然后空一针，然后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织1个短针。接下来就是一直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你剩下1个针目。这里我剩下最后1个针目，就完成这个罩杯了。锁一针断线，
好，要开始第二个罩杯。那在这里我们要孔11针，然后在第12针的地方重新起线。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都按照第一个罩杯的方式来完成。然后我们先将图腾部分的线收一收。然后在你上衣的右下角的地方重新起线，先锁一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。下面就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织一个短针，直到你罩杯的最宽处，那边我们要做减针的动作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罩杯的最宽，然后再2针并1针，就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织一个短针，直到罩杯的最顶端。
在罩杯顶端处锁一针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就是沿着罩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织一个短针。到罩杯底部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在角落的这个针目里钩织短针，要在下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。从第一个罩杯到第二个罩杯的中间总共会有11针，那接下来一样角落这一针我们不要钩，直接往下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按照同样的方式，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织一个短针，直到罩杯的顶端。
然后按照另外一个罩杯减针的地方，我们这个罩杯也要一样减针，但我没有特别的去算我的针数，我就是在大概的地方，然后我去做一个减针，然后再钩织5个短针，然后再减针。这边我钩2针并1针，然后再5个短针。是罩杯的最宽的地方，那这边就再钩一个2针并1针。减针完之后，就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织一个短针，直到结束。好，接下来要准备钩织侧边的部分。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地方钩1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10个针目里面都钩织1个短针，总共11个短针。钩织完11个短针之后，锁1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然后在接下来的11个针目里面钩织1个短针。我们就是一直重复这样子的顺序，直到你需要的长度。只要你记得你总共钩了几排，然后另外一边也要一样的数目。最后一排的地方要准备空一些间隔，让绑带可以穿过去。所以最后一排就是先锁2针，然后空第1针，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里面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再锁1针，空1针，接下来的2个针目里面钩织短针，锁1针，空1针，接下来2个针目里钩织短针，然后锁1针，空1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钩织1个短针。
然后锁一针短线。接下来就是重复同样的步骤，钩织另外一边。接下来要准备胸前的花样，我们从罩杯这个最底部的角落开始往上算，第5针，然后在这个倒数第5个针目重新起线。然后钩织7个锁针，然后空中间5针，在第6个针目的地方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锁一针翻转织物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一个中长针在下一个针目里。接下来钩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长针，锁2针，翻转织物，然后空下面的5个针目，然后再空罩杯侧边的4个针目，然后在第5个针目的地方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沿着罩杯在下面的5个针目里面钩织引拔针，然后钩6个锁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长针的地方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再钩6个锁针，然后空5个针目，
在下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锁一针，然后就可以断线了。但我这边有在往下一个针目钩一个引拔针，你可以直接锁一针断线，或者是往下一个针目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锁一针断线。接下来在罩杯顶端这个锁一针的这个地方重新起线，要来准备钩织绑带。这个部分是按照你自己需要的长度，我是钩80针，那基本上80到100针都可以。接下来要钩织后背的绑带，锁边起针，然后我钩织一个250到300针的锁针，然后将你钩好的辫子针来回穿过预留的间隔，然后就可以收线，你的上衣就完成了。